欢迎来到星星频道，请点击订阅并关注，获取最新资讯。白鹿曾瞬息临江仙首播6集，热度飙升，观众的评价出奇一致。2025年暑期档的大幕终于拉开，而打响这一声头炮的，正是由白鹿曾瞬息领衔主演的东方仙侠剧《临江仙》。该剧自官宣以来便话题不断。纯恨仙侠三婚三离疯批夫妻修罗场等前置关键词，让网友们在开播前就充满期待。而随着首播6集上线，平台热度1小时内破5000，观众讨论度全面爆发。豆瓣、微博、抖音等社交平台热搜不断，足见这部剧在商业层面与情绪共鸣上的初步成功。剧情设定：从凡人修道到婚姻囚笼，另类仙侠打开新思路。临江仙的世界观建立在一个古老而典雅的修仙背景之中。故事从静云宗山门开始，主角李清月白鹿氏是一个无名无势、入门多年毫无修为突破的普通弟子。某日，魔道阴莲宗突然闯入宗门，他在混战中重伤垂死。正是这一场伤痛，让远在九重天的玄尊白九思曾瞬息世心生感应，两人的命运从此纠缠。最初的相遇是典型的英雄救美情节变奏版，白九思点水成冰救下坠崖的李清月，而李清月则误以为自己亲了神尊，要对他负责，于是主动送聘礼，提出婚配。而白九思为试探他的身份与前世记忆，居然将计就计，顺势成为他的道侣。两人一脚踏进这段三生三世的孽缘。接下来的剧情逐步揭示，两人关系远比表面复杂。李清月或许正是前世仙女花如月的转世，而花如月正是当年将白九思从神坛拉入地狱，在婚礼上捅刀背叛之人。曾经的浓情蜜意，如今化为无法化解的恨意。白九思明知李清月可能是花如月转世，却仍旧无法狠下心来杀死她，反而在一次次试探中陷入更深的情感纠葛。这种设定打破了传统仙侠剧中的为爱历劫、三界荡情的套路，转而描绘一场夫妻之间的情感拉锯战、心理悬疑战。在仇恨与爱欲、猜忌与救赎的缝隙中，构建出一个婚姻及炼狱的极端叙事。角色塑造：疯批神尊与倔强凡人的极限碰撞。曾瞬息饰演的白九思可谓本剧最大亮点之一。他既是高高在上的九重天玄尊，又是一个情感扭曲、复仇欲望强烈的疯批仙君。曾瞬息摒弃以往仙侠剧中温润如玉、痴情专一的男主形象，转而用偏执、猜忌、冷漠、疯癫等多层次情绪构建这个矛盾体。对白九思而言，李清月既是花如月的替身，也是一个诱饵和试金石。哪怕满心防备，他依然一次次的救他、留他、关心他，却始终不敢相信他。而白鹿所饰的李清月，则是那种前期懵懂、后期觉醒的女主典型代表。她一开始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凡人弟子，在宗门中受尽冷落，没有师父庇护，也无修为傍身，却始终坚守自我。她初识白九思是因救命之恩而产生好感，但在后续情节中逐渐意识到自己不过是被利用的工具。从追逐爱情的执着到愤怒觉醒的逆袭，李清月的成长线与观众情绪形成高度共振。特别是在第6集尾声，他得知自己被天界处处监视，被众人当成玄尊夫人的工具时，那句我是不是你心里的谁都不是，语带颤音，眼神决裂，彻底奠定角色后续崛起的心理基础。观众反馈：口碑两极化，但共识突出虐爽上头。从社交平台的反馈来看，临江仙目前呈现出一种剧情老套但就是上头的奇妙评价。许多观众在弹幕中频频吐槽女主好惨，男主太疯批，这种设定2020年都看过。
但又一边疯狂追更，一边复读太虐太香了。而某些挑剔派观众则表示对白鹿的扮相和声音表现提出质疑，称其装嫩没有仙气，台词不够稳。不过也有相当多的忠实剧粉为其证明，白鹿这种苦情小强型女主演的一向好，她的破碎感演得比甜宠剧强多了。至于曾舜晞，则有观众认为她完全演出了偏执又脆弱的神尊感，更有网友感叹，第一次在仙侠剧里看到男主像个疯批控制狂，但却不让人讨厌。评论区中有一条点赞颇高的短评，可谓点破核心：三生三世爱上同一个人已经烂大街，三生三世提防身边人，这设定反而更真。4. 核心看点不再是三界为爱，而是婚姻炼狱。临江仙跳脱出传统仙侠剧天命情缘的既定路线，更多地将重点放在心理对峙与情感拷问之中。白九思与李清月的关系不再是纯粹爱情，而是牵扯前世今生的猜忌、背叛与赎罪。所谓三婚三离、疯批互虐，不仅是设定标签，更是情节演进的真实基础。而这种极限拉扯的关系设定，本质上正契合当下观众对于复杂感情线的期待。比起过去仙侠剧动辄为爱牺牲三界、神魔大战，如今观众更愿意看的是凡人困局、人性挣扎。正如剧中一位配角所言，世间最难渡的劫，不是天雷地火，而是心结。5. 结语：暑期档的黑马，从热度到口碑，还需观望。可以预见的是，临江仙无论在情节走向、演员表现、市场反馈还是平台投入上，已经具备一部黑马仙侠剧的潜质。尤其是在白鹿和曾舜晞两位演员贡献出彼此拆台却又心有不甘的化学反应之后，观众显然对后续剧情更为期待。但同时也必须承认，这部剧依然面临不少争议，服化道的细节打磨，部分配角的功能性过强，部分台词处理不够精致等问题，都可能影响长线口碑。不过，若能在剧情推进中继续深挖人性复杂，塑造李清月的反虐觉醒成长线，并揭示花如月与白九思当年恩怨的真相，临江仙仍有可能成为2025年暑期档中最具讨论度的古装剧之一。对此，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和大家一起分享讨论吧。